不是洛娜，而是布兰切和他的3个儿子，还有他的小叔子。洛娜的计划失败，布兰切得知了所有。玛丽想要带走吉米，是因为看到唐尼打了吉米，又打了洛娜，而因为这件事 You hit your wife? I saw him. How'd he do it? With his hand. Yeah, I know with his hand. I'm asking how. Like, was it like that? Donnie, how'd you do it? How was it? It was harder. Harder. Like, 事情还没完，布兰切让唐尼对着玛丽展示下是怎么打的。就在要动手时，老乔治动手了，不过很快败在下风。面对4个大小伙，他实在反抗不动。就在叔叔要动手，想要继续侮辱时，乔治迅速拿枪指向比尔的脑袋上。可站在上风的时间不长，一人迅速夺下手枪，老两口再次处于下风。布兰切拿出袋子，是他事先准备的斧子。他让儿子唐尼砍断乔治开枪的手指。玛丽哭叫，但他们实在弱小，将乔治按在桌子上。teaching you to teach him, see? Donnie, Don't, Donnie! Donnie. Please, Donnie, please, Donnie, please. Do it, boy. Don't do it, don't do it. Do it, boy. Donnie! 可接着 Oh, John! Oh, he won't be shooting for a while. 只是来接孙子，谁能想到搞成这样？乔治没有选择全麻，他要保持清醒。老两口报了警，但警长不像带来好消息，原来他去了韦伯家。布兰切的说辞是正当防卫，是乔治先拔的枪，而那把枪也正是乔治的警用左轮。乔治干了30年警察，他很清楚法律，知道自己不占理。而更气人的是，布兰切恶人先告状，他说是乔治夫妇要在洛娜手里残忍地夺走孩子，所以对小孩很是担忧。老夫妇在这里时间越长，孩子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就更大。警长告诉他们，如果通过这件事，你们离开了这里，韦伯家也就不再追究了。乔治还没康复，2个人便离开。I'm talking to you. 玛丽又有了想法，想和乔治留在这里，在这里开疆扩土，那样也许托狼会很开心。而乔治知道，玛丽是因为这里离孙子更近，但是他很清楚，那样和布兰切的矛盾还会增加，可能继续冲突，发生砍断手指类似的事情。乔治不敢想象，布兰切为了发泄会对孙子做出什么，毕竟他不是爱吉米，而是因为那强烈的占有欲。训斥完玛丽后，在夜深人静时，乔治一个人离开了。不难猜出他去了哪里。在人们睡得最香时，乔治独闯韦伯家，冷静地就地取材，找到一把霰弹枪，翻出子弹，伤口还未愈合。老警长一头虚汗，接着瞄向一桶汽油，然后关上夜灯。乔治一步到客厅，接着轻轻上楼，找到洛娜那间卧室，用枪顶在唐尼的头上。Settle. Be still. Wake up. On. Why? You want to go back to Dalton? You and Jimmy. You have to decide. Of course, that. Not you. You don't get to say a goddamn word. This is up to her. You know what life will be. Here or there, you know. This isn't something you need to think on. I'll go. 乔治告诉洛娜，他把车停到车道的尽头，钥匙放在里面，让他一直开到本洛克的警局，向警长求助。现在必须走，什么也不要拿。But what about you? Just go. Just go. Quiet as you can. Take the front door. 汤爸，
洛娜走下楼，可突然，小叔子没有在意，以为洛娜带孩子上厕所，而他们是去灭乔治放的火。就在这时候，比尔也被惊醒，但是比尔不傻，似乎看出异常。唐尼开始动手，可他根本不是对手。在挣扎一次后，被老警长一枪托干晕。洛娜被推到楼下，乔治举枪出来，比尔抱住孩子，他们貌似保护的吉米，这回却又成为了人质。洛娜摔得无法起身，比尔不得不放下孩子。吉米回到了爷爷身边。就在这时，霰弹枪掉下，乔治处于下风。而此时，慌张的布兰切举枪出来，一个瞄准打歪，干掉了小叔子。此时的布兰切处于懵逼，但乔治很镇定。洛娜站起身。It's the boy to me, old man. No one gets hurt. 接着，洛娜抱着孩子奔跑。布兰切看到房子着火，乔治再次起身，夺过布兰切手中枪，对着他赶来的俩儿子。洛娜跑出房子，在不远处和玛丽会合，而玛丽迅速向房子跑去。房间一片安静，玛丽捡起霰弹枪，一步到2楼，搀扶着受伤的乔治。她告诉丈夫，孩子已经安全了。接着一步一步走到楼下，彼得也来帮忙。可在这时，布兰切出现，再次举枪。乔治推开妻子和彼得，挡下了那颗子弹。布兰切不明白为什么变成如今的局面。接着，玛丽端起霰弹枪，结束了他傲慢的生命。而乔治却缓缓地闭上双眼，他不能离开这里了。熊熊大火燃起，最终乔治和韦德全家全部葬身于火海之中。乔治用自己的生命为孙子和儿媳换来新的生活。在准备一条舞那一刻起，乔治应该就想过结果。他总是话不多，但又二话不说去独自解决。玛丽向彼得告别，他十分感激。无论他是被体制后的彼得，还是印第安人的拖郎，骨子里不变的是，他一直是一个好孩子。吉米在后排熟睡，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汽车驶向蒙大拿，两位妈妈泪流满面。玛丽如愿带回了孙子，但却失去老伴，那个爱她一辈子的男人。